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呢個《Seek the Unseen靈幻覓異》呢個節目。咁我呢就叫做阿 Woods。咁今次係第一次做呢個節目啦，亦都係我第一次做呢個 YouTube 節目，所以呢一定會唔會做得好噶啦。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支持啊！咁呢個節目呢，其實最主要係做一啲想講一啲關於我想講嘅一啲奇奇怪怪嘢。咁你話外星事件你都聽得多噶啦，咁呢啲或者係啲神秘嘢、奇怪嘢、鬼怪嘢呢，其實乜都會講嘅。只不過我覺得呢個世界上面咁多呢啲咁嘅嘢，其實就多幾個人講都冇乜所謂啦。大家如果聽過冇興趣就算啦，咪又 skip 咗佢啦。如果我講啲嘢係你未聽過嘅、有興趣嘅，咁你就歡迎你哋 subscribe 啦、comment 啦、share 啊咁樣啦嚇。咁呢，今集我講嘅呢，就係一個講關於一個美國嘅森林失蹤事件，因為我其實呢對呢啲嘢呢比較有興趣嘅。咁大家可能都聽過 Missing 411呢啲咁嘅呢個 terms 嘅，其實係一個David Paulis 一個咁樣嘅美國人呢，佢就好多年前佢我唔知點解佢會有冇興趣啦對呢啲嘢。咁佢曾經喺 Coast to Coast AM 嗰度講述過好多，你而家喺 YouTube 都揾到嘅，就係講呢啲喺森林入邊嘅神秘嘅失蹤事件個案嘅。咁其實咧喺佢咁多年嘅調查入邊咧，佢就寫咗好多好多本書嘅。咁啲書咧一本書都涵蓋好多個個案噶啦。咁呢啲個案都係分佈喺美國好多嘅國家公園上面發生嘅事件嘅。咁我今日抽出嚟呢一個咧，只係其中嘅一個嘅啫。咁希望大家繼續收聽落去啦。咁大家都知道美國幅員遼闊啦，有好多地方時至今時今日咧都係人跡罕至嘅森林區域嚟嘅。咁喺19世紀嘅時候咧，一個叫 John Muir 嘅人咧就主張大自然係神聖嘅，人類唔應該隨意開發啦。而當時美國正值向西擴張，好多壯麗好多自然嘅景觀咧都爭啲俾啲私人公司圈地收錢。咁政府咧直嘅介入咧就為咗防止呢啲地方咧被過度商業化。咁喺1872年，當時嘅國會咧就通過咗法案，將黃石國家公園咧就保留做人民嘅休憩場所。於是黃石國家公園咧就成為咗美國首個國家公園啦。由國家公園管理局 NPS 喺1916年成立管理，隸屬於內政部。咁國家公園通常咧都會有啲完善嘅遊客中心啦、馬路啦同埋步道咁樣嘅。每年咧呢啲公園嘅訪客數目咧都係以千萬計嘅。咁總共咁多個公園咧，可以一年咧喺美國咧可以達到3億幾次嘅遊客數量嘅。喺美國咧，除咗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s 之外咧，仲有一個劃定區域，稱之為國家森林 National Forest 嘅。國家森林相比起國家公園更加原始，成立嘅目的咧唔係為咗特俾你睇風景，而係為咗確保國家有足夠同埋長期嘅木材供應啦，同埋保護當地嘅水源。因為喺19世紀末咧，美國嘅森林咧係被無節制咁樣砍伐。喺1891年通過嘅森林保留法 Forest Reserve Act 授權咗總統係可以劃定土地唔准隨便開發嘅，而轉為國家持有，由森林管理局隸屬於農業部。只要受到批准嘅話咧，任何人都可以喺入邊打獵啦、伐木啦同埋採礦嘅。對之下呢，國家公園入邊嘅設施咧就比較完善，有遊客中心、停車場啦、步道之類嘅人工場所。有啲地方會有休憩處，有台有凳。公園亦都會有 Park Ranger 駐守啦，佢哋熟悉公園嘅地形，一旦收到事故通知會第一時間出動營救。但偏偏喺咁完善管理嘅地方都不斷發生神秘失蹤事件呢，反而令人覺得更加不可思議。而國家森林較為原始荒野嚟嘅，一旦發生咗失蹤嘅事件咧，會令人覺得咧，可能係佢只係迷失咗路啦，或者佢受到野獸嘅襲擊啦，就冇咁容易令人聯想到神秘嘅力量。現時喺美國有63個國家公園同埋154個國家森林，而今集事件發生嘅位置呢，就係喺大煙山國家公園 Great Smoky Mountains 入邊嘅。大煙山國家公園係位於美國東南部，橫跨2個州，分別係田納西州同埋北卡羅來納州，大約位於美國嘅東岸，屬於阿巴拉契亞山脈嘅一部分，係美國最多人到訪嘅國家公園之一。因為山區經常有霧氣啦，所以就要得名大煙山啦。
大燕山國家公園入邊有好多野生動物，包括美洲黑熊、白尾鹿、麋鹿、野豬、郊狼、響尾蛇等等。所以一個成年人獨自應付裡面嘅野生動物同埋地理環境呢，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而今集事件嘅主角就係一個叫做 Dennis Lloyd Martin 嘅細路仔。事發喺1969年，當時佢未夠7歲。跟住落嚟呢，我會簡單咁叫做 Dennis。Dennis 同佢嘅家人呢，就住喺田納西州一個叫做 Northfield 嘅地方。爸爸 William 係一個建築師，媽媽 Violet 係一個主婦，同當時9歲嘅哥哥 Douglas 同埋細佬 Michael 啦，仲有阿妹 Sarah 咧，同埋一隻叫做 Lady 嘅牧羊狗喺一齊生活嘅。Dennis 係一個大約高122 cm、重25kg 嘅細路仔啦。爸爸形容佢係一個好安靜嘅男仔。如果遇到陌生人咧，同佢講嘢嘅話，佢係會回答，但係咧就唔會主動大聲求救或者呼喊。亦都有人話咧，Dennis 係一個以佢嘅年紀同佢嘅心智咧係有一啲距離嘅細路仔嚟嘅。大約咧佢比佢嘅實際嘅年齡咧，佢嘅心智係細半年到啦。佢喺學校咧都要參加啲特殊教育班嘅。喺1969年嘅6月14日嘅父親節，同爸爸 William、爺爺 Clyde 同哥哥 Douglas， 仲有另外一個家庭嘅2個細路仔，一行6人一齊去大燕山國家公園露營。呢個係 Martin 家族每年父親節嘅傳統活動。原本嘅路線呢，就係由 Cass Cove 出發，第一晚會喺 Russellfield 露營啦，第二日咧就行去 Spencefield 一個位於山脊上面視野相對開揚嘅草地度玩嘅。事發嘅時候 Dennis 想同哥哥玩惡作劇去整蠱啲大人，於是等啲大人喺草地上面休息嘅時候呢，啲細路仔分頭包抄，哥哥 Douglas 同埋另外2個男仔呢，就走去由南邊走去西邊，打算呢由西南邊呢個方向出嚟嚇啲大人。而 Dennis 呢，就獨自一個人喺西北方向走，計劃從另一邊去嚇啲大人。爸爸 William 最後一次見到 Dennis 嘅時候呢，係睇住佢匿埋咗喺啲灌木叢後邊，準備進行佢嘅突襲。當時一切睇嚟都好正常，大約喺3到5分鐘之後呢，哥哥同埋其他細路仔就跳出嚟嚇啲大人啦。惡作劇就完成咗啦。但係 Dennis 冇再出現，大人以為佢係咪錯過咗時機，於是就再等咗一陣啦，依然係冇動靜。爸爸好快就意識到唔妥，立刻開始去揾啦。佢沿住小徑跑咗3.2公里，一路跑到去 Little Boat 同埋 Russellfield， 一邊跑一邊大聲嗌阿 Dennis 個名，直到佢覺得 Dennis 唔可能喺咁短時間之內跑到咁遠為止。隨住時間嘅流逝呢，大家都一直揾唔到 Dennis 嘅蹤跡。爺爺就決定喺天黑之前徒步落山求救。終於喺夜晚嘅8點28分通知咗公園嘅巡邏員。公園嘅巡邏隊方面立即就開始咗搜救嘅行動，但係無巧不巧，當搜救隊準備出發嘅時候，爆發咗一場大暴雨。短短幾個鐘頭之內咧，降雨量超過63mm。咁雖然聽起上嚟就唔係好大啦，但其實呢，對於喺美國呢啲咁嘅山區入邊落一場咁樣嘅雨嚟講呢，已經足夠沖走咗阿 Dennis 嘅氣味同埋個鞋印嘅。咁搜救犬都未能夠依靠氣味去搜尋 Dennis 嘅。山區嘅氣温呢，日夜嘅差距係好大嘅。當時係6月份啦，日間嘅氣温呢就唔低嘅，可以話有啲熱添，而且濕度高啦，感覺就有啲似香港嘅春夏交替嘅氣温咁。平均嘅温度咧，大約係喺28至30度左右嘅。但係入夜之後，水分吸收咗日間喺地面上面積存嘅熱量咧，會格外咁凍嘅。當時 Dennis 事發嘅時候咧，只係着住一件紅色嘅短袖衫同埋綠色嘅短褲。對於一個6歲嘅細路仔嚟講咧，失蹤當晚嘅體感温度咧係可以跌到去5至8度嘅，係非常之容易引發失温症。喺6月15日至到6月20日期間，搜救隊就組織咗史上最大規模嘅搜救行動。由於之前提過 Dennis 嘅年紀細，而且有檔案提及過佢喺學校需要接受特殊教育嘅，心智年齡咧係比實際少半年，性格安靜，唔會主動求救，所以咧搜救行動迅速升級。參與嘅單位咧有當時嘅國家公園巡邏員啦、FBI、田納西州國民警衛軍、童軍、紅十字會，以及最著名嘅一個特種部隊叫做綠扁帽，英文咧就係 Green Beret Special Forces。而軍用直升機咧亦都奉命到場進行搜殺同埋運送人員物資咁樣。頭先都提過啦，呢次係喺美國嘅公園史上面咧最大規模嘅搜救嚟嘅。
高峰期有1400人同時搜山，覆蓋嘅範圍達到56平方英里啊！自從國家公園開設以嚟呢，難以解釋嘅失蹤事件呢，其實一直都不斷發生嘅。當中唔少個案呢，唔止係小朋友，係一瞬間失蹤，而就算係大人呢，都一樣嘅。而且喺美國嘅境內呢，幾乎所有嘅國家公園都發生過類似咁嘅情況。喺漫長嘅地毯式搜殺過程中，搜殺隊呢曾經發現過溪流邊呢係發現到一啲腳印嘅，顯示有人呢只有一隻腳係着住鞋嘅。咁嗰隻鞋呢，同當時 Dennis 失蹤時候着嘅呢就好吻合。另外呢，喺鞋嘅隔離呢有一個大細相同嘅腳印啦，當然就係冇着住鞋啦。咁官方就話呢，呢啲係應該係搜救嘅童軍呢留低嘅，所以就冇繼續去跟進啦。但係資深嘅巡邏員呢就指，當時嘅童軍呢喺滿布荊棘同埋毒蛇嘅山區入邊赤腳咁搜救呢係唔合常理嘅，所以佢堅信隻鞋係阿 Dennis 嘅。而根據另一個當時喺附近行山嘅遊客 Harold Key 同埋佢屋企人報告咧，喺 Dennis 失蹤當日下晝，即係失蹤大約1個鐘頭之後呢，佢哋喺附近距離10零公里嘅地方呢，聽見一聲好巨大、令人作嘔嘅尖叫聲。當時佢係咁形容嘅 enormous sickening scream。喺隨後，阿 Key 咧就睇到一個外表粗野，好似我哋傳説中野人咁嘅男子，就喺樹林之間咧就奔跑，咁試圖避開佢哋嘅。而嗰個所謂嘅男子呢，佢嘅膊頭上面呢係托住啲紅色嘅嘢嘅。咁先前提到過，阿 Dennis 咧當時係着住紅色嘅短袖衫嘅。咁會唔會佢托住嘅就係 Dennis 呢？FBI 介入調查之後呢，就認為地點太過遠啦，時間上呢，就冇可能喺啲咁崎嶇嘅山路入邊呢，失蹤地點跑到去個目擊地點嘅，所以呢，亦都排除咗呢條線索嘅。就算投入咗大量嘅人力物力，但係搜救行動最終都一無所獲。當時呢，有大量嘅通靈者啊、透視者呢，同埋聲稱可以發夢見到異象嘅人呢，都主動聯絡公園管理處同埋 Martin 一家呢，提供線索嘅。檔案顯示，Martin 一家對呢啲通靈預言其實係持開放態度，甚至係非常之重視。跟住落嚟呢，就喺檔案之中呢，具名咁提到嘗試通靈或者提供異象線索嘅主要人物嘅。著名嘅通靈者 Jean Dixon 係嚟自華盛頓特區嘅著名占星家同埋通靈者。佢提供嘅感應係呢， Dennis 喺最後玩嘅地方附近，喺平地行下落咗斜坡。佢轉入咗去灌木叢區啦，之後咧就跌咗落去，或者係話被困喺一個山坡下邊嘅灌木叢入邊。另一個嚟自密歇根州嘅 Mrs. Squala 打電話俾當局，話佢發夢見到 Dennis 喺最後目擊點嘅東南邊5英里嘅地方出現過。地點係有一條小溪啦，一個瀑布啦，同埋周圍有白松樹嘅。但係官方啫就由於佢聲稱自己嘅夢境以前成真過。Martin 一家亦都好重視啦，咁結果綠扁帽隊就真係被指派去搜尋佢所講嘅地方，但係最終都冇發現。Billy Nolan 係嚟自新奧爾良，自稱係通靈解讀者，佢比較激進，喺6月25日親身去到現場，佢同家屬傾過之後呢，就去咗 Appalachian Trail 嘅 Rocky Top 區域試下做現場嘅感應。佢當時呢話自己冇錢冇裝備，仲要求當局俾佢留喺度幾日。話肯定會揾到人嘅，但最終一無所獲。Harold Sherman 係嚟自洛杉磯，佢預測 Dennis 係會喺最後目擊點嘅左邊4公里被發現，話佢跌咗落去啲好陡峭嘅地方，仲掛咗喺啲灌木叢上面添。但唔使講，最後都係咩都揾唔到啦。仲有一個叫做 Jeffrey Owens 嘅田納西州本地人，佢聲稱連續2晚發夢見到 Dennis。夢境內容咧就係 Dennis 咧匿埋咗喺山上面一棵樹嘅後邊，或者係拖住受傷咗嘅身體咧爬咗去河邊飲水嘅。咁而官方就覺得咧，雖然搜救人員咧呢方面嘅搜救係好渺茫噶啦，但係因為當時已經無計可施，再加上公眾嘅壓力同埋家屬嘅意願咧，公園管理處同埋搜救隊亦都花咗好多個鐘頭去查證呢啲所謂嘅異象，咁最終亦都係徒勞無功啦。問題係一個6歲嘅細路仔喺短短幾分鐘之內可以走得幾遠呢？一個咁細嘅細路仔6歲7歲，一旦視線見唔到親人又或者唔熟悉地形，而佢又唔係唔知當時親人喺邊度，照理應該唔會走得好遠啦。而且
佢當時身穿住紅色嘅衫，應該唔難被發現嘅。但係喺佢一被發現唔見咗嘅咁短時間之內，聽到大人嘅叫喊，就算佢唔係一個主動會呼救嘅人呢，都應該會大聲回應或者走翻出嚟啊！但係偏偏咁短時間就好似人間蒸發咗一樣。其實喺田納西當地呢，歷史上就不斷有野人目擊嘅個案嘅。野人呢被形容為係啲身高超過2.1米，全身都生滿晒啲啡紅色嘅毛啦，對眼呢係會異常咁紅嘅。據傳呢，佢就會攻擊啲路人，甚至嘗試闖入民居咧捉走啲婦女。呢個形象呢，後來被形容為係美國南部地區嘅大腳怪變種。喺大煙山國家公園所處嘅阿帕拉契山脈，除咗超自然嘅野人之外，當地仲流行一種更加寫實嘅恐怖講法，就係話呢，傳說有一班喺南北戰爭時期避世嘅人，或者喺大蕭條時期入山隱居嘅家庭，喺深山入邊近親繁殖，慢慢退化成為失去文明、具有攻擊性嘅野化人類。而偶爾咧，有啲行山者都會報稱見到一啲全身赤裸、皮膚極度蒼白、動作非常之靈敏嘅所謂人喺樹林之中穿梭嘅。根據 Missing 411作者 David Paulis 所講咧，呢類失蹤事件有幾個共通點嘅，就係好多類似嘅失蹤案發生都喺幾分鐘之內，而且完全冇目擊證人。專業嘅搜救犬喺呢啲案件入邊咧，都往往揾唔到任何氣味啦，又或者揾唔到應該去揾嘅方向。有時會揾到啲失蹤者嘅鞋或者背囊之類，但係物品咧係完全唔完整嘅，亦都冇掙扎嘅痕跡被留低，而人就唔見咗。仲有遺體有時咧係會喺明明已經揾咗好多次嘅區域重新出現，好令人懷疑遺體係咪已經俾人移動過。而頭先講到嘅野化人類呢，喺1950年代呢，有一個叫做 Daniel 嘅人呢，就轉述佢阿爺嘅親身經歷。咁佢阿爺應該就係19世紀時代嘅人嚟啦。咁佢喺大煙山嘅私有地方嗰度狩獵嘅時候呢，就見到一個怪人出現。咁嗰個人呢，就着住好似啲爛衫爛布咁樣嘅衫嘅，咁拎住一支手工好粗糙嘅長矛。佢話呢個人呢，會趴低喺地下度，好似動物咁樣用個鼻去聞啲樹幹啊、樹葉啊，或者去舐下頭先講嗰啲嘢咧，去試下味咁樣嘅。咁雖然咧佢樣咧就似普通人嘅，但係眼神咧就透出一種好危險嘅野性啊。咁獵人咧就感覺呢啲野化人類咧其實係知道獵物嘅存在嘅，但係雙方維持住一種互不干擾嘅微妙平衡狀態之下。而當地咧亦都經常會有一啲加速失咗蹤嘅報告。而喺最近嘅失蹤個案裏面咧，喺2024年就有一位公園服務超過20年嘅資深志願者 Anne Hutton， 竟然喺自己最熟悉嘅地方失咗蹤。最後係一個非常之崎嶇啦，一般人唔會行到去嘅地方揾翻佢嘅屍體。咁而另一個21歲嘅青年 Ryan Lace 咧，就喺田納西州邊界附近咧失咗蹤，最後被發現係身亡咗嘅。喺呢一片橫跨田納西同埋北卡羅來納州，佔地超過50萬英畝嘅原始迷宮入邊呢，我哋記錄咗唔單止一堆冰冷嘅坐標，而係一串串挑戰人類邏輯嘅異常。我哋見證咗物理性嘅消失啦。6歲嘅細路仔 Dennis Martin 呢，喺家人嘅視線15米範圍之內，短短3分鐘入邊徹底蒸發。而訓練有素可以喺廢墟入邊揾到生還者嘅搜救犬，喺呢啲情況之下呢，往往呢都係無用武之地。大煙山呢個名咧係源於佢長年縈繞嘅雲霧，或者呢啲雲霧咧唔係為咗吸引人嚟睇佢嘅風景，仲可能係為咗掩藏一啲我哋普通人唔應該見到嘅致意記錄。下一次當你行入呢片森林，感覺後面有啲涼意嘅時候，或者發現四周安靜得唔尋常嘅時候呢，你要記住，你以為你喺大自然度觀察緊大自然，但其實呢，可能係大自然觀察緊你。